压力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帮你免费升级的教练。大家好，先来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工作项目堆成山，老板一句话让你瞬间压力爆表。生活习惯、健身、存钱、学习计划总是坚持不了几天就崩盘。人际关系和朋友或伴侣一句话没说好，心情直接掉到谷底。每天都像在和压力赛跑，有时候明明想前进，却只能原地打转。如果点头了，别担心，你绝不是孤单一人。大多数人在压力面前的3种反应：逃避，什么也做不了；死撑，迟早崩盘忍耐；消耗自己，毫无成长。但是高手的剧本完全不同，他们把压力当练级神器，每一次挑战都是让自己升级的机会。所以说，不是压力毁了你，而是你没学会如何利用它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，让你彻底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反脆弱，以及如何把压力变成成长助力。那我们先从一个现实问题聊起，压力无处不在，它每天都在考验我们。无论是任务像滚雪球一样越堆越高，生活计划总被打断，还是人际关系摩擦不断，你都会感到紧绷和焦虑。有人压力一大就逃避，有人死撑硬扛，有人忍耐自己消耗，但结果往往一样，陷入停滞或是放弃。高手剧本不一样，他们练的是一种叫做反脆弱的能力。第一部分，认知觉醒。什么是反脆弱？3个概念对比。抗压，像石头，硬是硬，但压力太大直接碎裂。韧性，像橡皮筋，能恢复原状，但永远突破不了极限。反脆弱，像肌肉，越受挑战越强壮。塔勒布在书里提到过，大意是反脆弱的系统不仅能承受冲击，反而会从混乱和不确定中获益，变得更强。换句话说，抗压等于硬撑，迟早碎；韧性等于恢复，原地踏步；反脆弱等于升级打怪。别当玻璃心的石头，也别做只会回弹的橡皮筋。你要练的是像肌肉一样越拉越强的心态。第二部分，举例，日常生活里的反脆弱。生活中，存钱失败，朋友小陈以前月光族，一存钱就焦虑，后来设随机存钱挑战，每天存几十到几百元，坚持半年，积累到副业启动资金。健身摆烂，小童健身教练被裁员，最初3个月停摆，但他拆成每天5分钟微锻炼，坚持半年后，不仅恢复身材，还线上开了健身微课，额外收入翻倍。工作中，任务量骤增，温总公司裁员前夕，手上的工作任务突然翻倍，压力瞬间爆表。他没有硬扛，而是顺势学习数据分析和团队管理，最终不仅稳定了部门核心团队，还被提拔为区域经理。AI 与裁员潮，设计师小张看到趋势，主动学习 AI 绘图和编程。公司裁员时，他凭新技能接自由职业项目，收入翻倍。这些案例旨在说明反脆弱思维在生活中的不同表现。人际关系中，吵架复盘，小叶和伴侣争吵后写复盘日记，分析冲突原因与情绪反应，下次沟通更高效，关系更稳。社交被拒，小郭在创业社群被拒合作，他总结原因，调整提案方式，最终成功吸引3位合作伙伴。脆弱的人被压力打倒，反脆弱的人用压力加技能点。第3部分，正向压力应对体系。1. 认知重构，把压力翻译成升级信号。老板批评，那是帮你补一课，看清别人真正需要什么。项目失败，那是交的学费，换来经验值，关系僵了。那是暴露漏洞，提醒你优化沟通方式。评论区说说你最近一次压力山大的经历，他在提醒你升级吗？你发现了什么潜在机会？2. 小挑战累积，每天制造微压力，让大脑习惯挑战。拒绝一次不想做的事，暂停刷短视频10分钟，主动发起一次社交互动。评论区分享你今天尝试的小挑战是什么，效果如何，有没有意外收获？3. 多元缓冲池，
别单点脆弱，建立安全点。财富、工资之外，投资副业能力、跨领域技能、人脉、多层关系网络。评论区写下你为自己建立的缓冲池，分享经验，互相借鉴。第4部分，实操训练，压力情景模拟与反脆弱演练。回想最近一次压力爆表的瞬间，老板水货，面试被拒，伴侣冷战，写下了3步反脆弱训练法，写下最糟糕后果，被骂、亏钱、关系僵，写下可能收获练技能、积经验、更懂沟通，设计小动作，找人协作，复盘失败，主动沟通，坚持做，你会发现压力从压垮你变成训练你。每一次打击都是免费升级包。不仅在个人生活和工作中，压力随处可见，在整个社会环境里，挑战也从未停止。看看2025年的现实， AI 取代比裁员通知还快，房价高企，通胀压力，职场内卷。但有人被淘汰，有人靠 AI 效率翻倍，有人被房价压垮，有人借租加投资翻身，有人裁员，有人创业副业逆袭。区别不在压力大小，而是你是不是反脆弱。真正的差别不在于谁的压力更大，而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些压力当成锻炼机会。核心总结抗压的人就像硬石头，能撑一阵子，但终有一天会碎。有韧性的人像橡皮筋，可以恢复，但始终回到原点。真正反脆弱的人像肌肉，越锻炼越强大。所以与其说我好脆弱，不如问自己，这件事能不能让我练出更强的版本。记住，脆弱不是错，停留在脆弱里才是错。评论区聊聊你最近一次压力山大的经历是什么？今天的反脆弱思维能帮你换个结局吗？分享出来，也许能点亮别人的路。中阶系统到此告一段落，你已经掌握核心认知与行动力。下一个系列来了，自我认知与内心力量强化，帮你发现盲点，唤醒驱动力，把觉察变行动。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最大收获。喜欢今天的内容就点赞、留言、关注，下期见。